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议员。各位也知道，近期960解散的事情呢，在讨论区那边吵得沸沸扬扬，在那边讨论着这件事情。那同时间其实也发生了一件事情，就是2489跟1365的 KVK 也是出现了一些问题。那因为近期在讨论这960的事情啊，其实我没有想过要做这个话题的，只不过我看到我的评论区有观众叫我提一下这个2489的 KVK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。那其实在讨论区那边看到最早的贴文就是Furious ROK， 这个是一个内容创作者来的，他叫 Furious Daddy， 所以各位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他的频道看一下，因为每个主播都有自己的观点，可能他的影片讲的就是他的观点，那我影片讲的就是我要这边跟各位讲一下，因为我跟2489的玩家是认识的，而且我还有帮他们战斗，所以有不少人呢怀疑说，议员你会不会帮2489讲话？那我做这个影片的时候，我是完全没有联络2489问他们发生什么事情，我只会从我讨论区这边看到的一些资讯，或者是从 Furious Daddy 这边看到的资讯来讲这件事情，就是做一个翻译而已啦。那至于他们后面有什么回应的时候呢，我就看他们发布在讨论区那边啊，又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玩家分享。因为如果你只是单听一个王国所讲的东西呢，你听到的东西只是片面的东西，但是讨论区的东西是公开的，大家都知道的，所以我只是讲讨论区的东西而已啦。如果你们想要详细一点，又或者是你真的只是想要听2489单方面的说法，那可能我可以去跟他们那边询问一下2489那边是怎么想这件事情的。那这边他的标题也是很耸动啊，就说2489的 Avix 他背叛了1365，并且想要毁掉这个 KVK， 但是要划重点，这里写的是 again。 那他们之前发生过什么事情呢？这个事情可以追溯到将近1年前的事情了。那他们有在2场 KVK 中遇见过，那第一次他们遇见的时候是1365跟2489合作的还蛮愉快的，然后第二次又是同样的王国，在同一个地图里面他们又再次合作了，然后跟1846那边发生了一些争吵，但是是2489跟1846那边发生的一些争吵。那最后他们是有提到关于最后圣城应该要怎么去领取的事情。那时候他们第一次 KVK 好像是失败了，然后第二次 KVK 是胜利了，然后1365跟2489呢就在那边讨论谁应该要拿中战，最后他们是决定用转盘的方式来获得中战，那最后是1365拿到了最后奖励。那么这个截图我是从 Furious Daddy 那边拿到的截图啦，也只有从他那边可以拿到了，因为他是1365的玩家嘛。这个贴文发布呢也是1365那边所发布的，那里面的内容大致上就是讲中战应该要谁拿，就说有告诉其他人啊，你们想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所以他们这边就稍微公开讲了一下。那他们其实在讨论着火阵营应不应该去拿那个中战的事情，讲了差不多2天时间，但是你们猜怎么样？最后他们决定要拿下圣城了。这边讲的他们是指2489，那当然1365他们也是有尽量的去争取啦，因为他们觉得说他们付出了这么多，他们值得去拿到这些奖励。那么这边就有说到2489他们不同意用数据的方式来分配谁应该要拿奖励，而且他们就有说到 DKP 应该要从关卡器开始看起，但是他们其实在关卡室也是有战斗但是1365他们是拒绝了这2项的提议，因为水阵营什么时候跟他们打架这个不关他们的事情，并且这边有透露到他们不知道的事情啦，就是之前他们是有跟489还有365这边讨论过一件事情，在上一次转盘生成的时候，如果谁输的话，下一次的 KVK 就可以由他们拿下那个奖励。就是说上次转盘是1365嘛，也就是说这一次应该要到2489了，但是因为当时候 BK Love 就有跟他们说不要公开这件事情，所以他们也没有说，所以这个算是幕后的一些小秘密啦。但是这个是王国之间的协议，不包含阵营啦，就因为阵营里面有包含很多个王国嘛。然而他们就有收到来自 Avix 那边的消息， Avix 就有告诉他的玩家说，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让这场 KVK 变得更加混乱混沌，还有他们开始准备背叛他们了，因为有一些代打的玩家其实已经透露他们想要攻击1365。那这边 GST 表示说，不是只有他们自己也是付出的努力啊，还有包含他们的同阵营盟
友2902也是付出了很多努力，做了很好的工作，但是他们被卷入了这场2489贪婪还有恶意的欲望，尤其是 Arvix。 那么第二张图片呢，你们可以看到其实1365他说是可以做出妥协的，但前提是火阵营也就是2489那边也是要做出一些东西，就是首先 Arvix 身为2489的国王，他必须要为365还有2902表示道歉，并且要说以下的内容。那这边就有说到之前2489那边污蔑1365没有遵守他们之前的规则，这边应该要说承诺吧，然后并且好像要发动战争啊，威胁365这样子的事情，让大家都觉得1365是一个不守信用的王国，并且489那边尝试说出了一些抹黑风阵营的对话，就比方说他们坐在要塞后面待了4到5天，就是讲他们完全没有付出的意思啦，或者敌人已经跑到你们那边去攻击了，就是讲敌人可能都跑到他们那边去，所以他们的击杀会比较高，可能是这样子的意思啦。然后 Arvix 还是选择不肯道歉啊，就说到 Arvix 这个国王很不好，不为自己的言行做道歉，也不想要承担国王的责任，并且还说到风阵营可以拿首战也不要拿首战也可以，但是最后还是由火阵营也就是2489会拿到最终占领，不承认1365的请求，也不满足1365的请求。那这边对话大概是这样子啊，不过这边有说到他还在等着2489那边的回复啦，看之后会有什么更新吧。那当然身为观众又或者是吃瓜群众的玩家也是有发表自己的评论啦，像这边越南玩家就有说到，那就问2489你是来自哪个星球的，1365值得更多的星星，1365自 KVK 开始以来一直在跟1875战斗，然而2489只是跟C等级的王国2748战斗而已，但是依然想要得到星星。那么这边呢就看到有一位玩家分享了截图，就是 Arvix 所讲的话，那这边我们可以翻译一下看 Arvix 这边讲了什么东西，因为我们看那些消息呢都是要看两边的资讯啊，而且这个是公开的消息，所以这边我们稍微讲一下。Arvix 这边就说信息有误，所以他要稍微更正一下。2489在这一次 KVK 中的表现相当公平，最初与1365的协议是谁在上一场 KVK 战斗中没有拿下圣城，这个及格就是圣城的意思啦，就让对方在下一场战斗中最后拿下圣城，他们仍然打得很努力，并没有因为这个协议而偷懒，就讲365呢他们还是有精力去打架啦。但问题是1365在一开始就隐瞒了2902这件事情，场面一度尴尬，所以1365其实是他自己没有跟2902那边讲的，但是又有一个问题存在了，因为1365的那个公告里面就有说到，其实 BK Love 有跟他们讲不要提到这件事情，不能公开这件事情，但问题就是1365其实自己也是有问题的，因为你这一次打 KVK 2902已经确定是你的阵营里面的盟友了，那其实应该要跟他们讲这件事情，因为大家都有权利知道嘛，你自己也是要付出你的兵力你的加速资源去打这一场 KVK， 最后就变成2489不得不站出来和2902对话，反而是2489跟2902讲，不是1365跟2902讲，2902代表着1365欠下的债，2489不是那种站着不动任人打的人，他们只是站起来告诉他们的代打必须时要做好准备，如果有人想要打他们，他们难道不是应该要做好自卫的准备吗？但是这件事情通过那些喜欢闹剧的群体之口啊，就比方说我啦成了一个故事，而我们自己当时还很冷静，却帮助盟友烧毁了国旗，这个是讲旗帜啦，看看地图就知道了。那个故事大致上是这么多啦，其实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复杂，反正就是两个王国之间有一个协议存在，然后1365那边又没有告诉自己阵营的盟友，所以 Arvix 才会叫他的玩家们准备可能要做好反击的动作还是什么之类的，并不是说 Arvix 他想要造反还是怎样啦，但我这样子也不表示说我是挺 Arvix 的，因为我阵营的数据确实没有这么好 OK， 如果他们当初是讲我们不要根据之前的协议，我们根据这一次的数据来看的话，其实1365是正确的，但问题是我们全部人都不知道他们一开始的协议是怎么讲的，因为在 GST 的邮件里面讲到，他这个协议呢不包含如果你们阵营里面呢有其他的盟友，只是王国跟王国之间的协议而已。那我说实话啦，现在万国觉醒的情况，你觉得有多大的几率是只有一个王国在一个阵营里面？除非你是960啦，960怎样都是一个王国在一个阵营里面的啦。而且我们也不确定365那边讲的是不是真的，如果他是真的讲只是王国跟王国之间不包含其他王国的话，那其实365是正确的。不过不管怎样，这件事情就交给大家去评理啦，反正我今天做的工作呢
呢，只是翻译给大家知道，然后理清现在发生什么事情而已。那详细的内容又或者是 behind the scene 还有什么其他的对话，我就不知道啦。如果你们真的想要只是看248片面之词的话，我可以帮你们去询问一下。那这个就是以上的内容了。至于各位有什么东西想要补充，又或者是有什么看法的话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